有了分面就很清楚，很容易找得到哪个面是暗面，哪个面是亮面，这种体积感、造型感就很容易出得来。画面呢不是为了把人画成切面，但是呢画成切面是最容易理解它这个分面的，最容易去建立它的体积关系的。有了对体积的理解，那么用更自然的手段去处理不同面和面之间的这种转折、过渡、各个质感的这个棱，那么就能够把人画得更加的自然。那前提呢，要有这种分面的意识，这种体的意识。你像这个鼻梁，它有一个前面、鼻头、前面、鼻底，鼻翼的上面也有一个面。只有了解了造型上面的各个角度、各个朝向的面，再往里面画的时候，才能画得更加的深入，才能画出更多的层次、更丰富的造型和更细致的效果。要颧骨往前面走，这里呢有一个前面的面，群弓。画再深入一些，这些分面，这个造型感、体积感，它就会更强。现在这个画面呢比较单薄，只有轮廓，可以从照片中描出来一个基本大致的形状，然后呢再对着照片去深入去划分它造型上面的各个朝向的面，可以用清浅一点的这个颜色的线，包括这个位置，下唇下边有一个朝前的面，然后这个下巴，它这个下巴呢没有这么翘，没有这么突出，会往里面收一点。下颌底部的厚度，有一些过渡呢比较自然的地方，就可以用一些又轻又宽、虚一点的线。有了分面就很清楚，很容易找得到哪个面是暗面，哪个面是亮面，这种体积感、造型感就很容易出得来。画面呢不是为了把人画成切面，但是呢画成切面是最容易理解它这个分面的，最容易去建立它的体积关系的。有了对体积的理解，那么用更自然的手段去处理不同面和面之间的这种转折、过渡、各个质感的这个棱，那么就能够把人画得更加的自然。那前提呢，要有这种分面的意识，这种体的意识。如果是去画它的造型的话，要找它正面和侧面的分界，这才是正面和侧面的分界。这里是半侧面，这边呢是侧面。眼睛的形状，它眼尾没有翘那么高，这是眉头之间的朝下的这个倒梯形的面，这是鼻梁子的面，鼻头，它这样才有体积。正面和半侧面的分界在哪里？应该在这儿，在图片中也可以大概的看得到。那这块留个空白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体积去哪了？它的结构去哪了？这不有一个朝下的面吗？然后抬起来，这是下巴的前面，下颌的底面，下颌的厚度。这边过渡比较圆的话，就多来一些面。这有一个朝前的面，在照片中也可以看得到。从颧骨到下颌角，这个是侧面和半侧面，这里是半侧面，这里是侧面，侧面和半侧面之间的分界。这是额头的顶面和前面的分界，这体积不就出来了吗？要画它的体积，就要找这些各个朝向的面，用线去把它的面交代出来。然后这一条，如果是头发的线的话，它不应该在这里是平的，它是从头皮长出来的，它应该先鼓出来，然后再搭下来，搭在头上。形还是比较准的，你看我调整下来之后，形没有改多少，主要就是体的问题啊，体的意识，要去找它的这种块面，用线去分它的面。然后耳朵的形状和结构没画清楚，它耳朵是这个形状，这里为啥凹进去？你看颧骨这里啊，
鼻唇沟这个地方，这些小面可以再画完整丰富一点。缺少一些小面，它的造型呢还是有点简单。然后这个鼻子这也是，就是你抄照片的效果抄太多了，缺少主观的分析。这照片里面看到什么明显就画什么，把它当成一个体块来理解，来去分它的这些面、中线，然后嘴唇、人中稍微长了一点点。这里是颧骨的一块，这里是颧弓，这是侧面和半侧面。先有了这种体积块面作为支撑，然后再去画它的这个不同面的这种黑白关系，然后这些灰颜色就能够画得更精确、更准确，更能够贴在造型上面，就不会太被动、太抄照片。颈部长了，这是其一。然后这个鼻子的比例稍微大了一些。然后看到这里，眉弓鼓出来之后呢，往下走，应该是拐进去，再接到上眼睑，让上眼睑包裹住眼球，没有露这么多，在这个角度下这个模特。然后它的下眼睑应该再靠里一些，让侧面脸的这个轮廓应该再靠里，这些整体应该往里挪，有点鼓出来了。要注意脖子的这一段的长度，就是腹型上面的这一段。然后看耳朵和眉弓和鼻底之间的位置关系。耳垂这块呢，应该更低一些，它比鼻底还要低一点。上面大概比眼角高一点点。这一侧的头发也没有这么宽，这样的话这个型会更准确一些。然后在额头的侧面和正面之间，可以稍微的交代一下，用比较清浅的线条稍微交代一下。但是在这个部分啊，这个还是有点平了，缺了几个面。这里它有一个朝前的面，看到照片啊，就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朝前的。朝前的这里前面这块呢，又有往下转进去的一个面。这里是侧面和正面之间的半侧面。面只要一多起来，它体积就出来了，它体积就丰富了。而且这个分辨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标准。你看，朝前的、半侧的、侧面的，它这块的体积就会更丰富。然后在下颌这里，下颌的厚度再给它一个面，就是只要两个朝向面之间有一个过渡，它就有个厚度。